我开了个算命直播间，国外网友求助，大师能不能帮我算一下我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我妈昨天紧急问我要了20万块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我抿了抿嘴角，确实有事，还是喜事。恭喜，你弟弟要娶媳妇了，彩礼20万。作为玄清观道教学院首届毕业生，我需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毕业论文，论中华玄学武术的多媒体化传播探索。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师傅过来指点迷津了。他让我去试试直播，直播体验还不错，至少论文灵感是有了。写了半天的论文后，我打开了电脑。昨天直播时说好了玄学5竹，1术1卦，因为时间问题，昨天只算了3卦，还有2卦今天得兑现啊。昨天的直播让我涨了4、5千的粉丝，我一开播，平台就自动给我那些粉丝推送了开播提醒。眼看着直播间正陆陆续续进来人，我打消了去跟其他主播 PK 蹭热度的念头。腿姐，我来啦！咦，玄清观心仪，腿姐换名字了，那以后就得叫你心仪大师了。心仪大师什么时候算命呢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加1，快点快点！我看到不少熟面孔，便随口跟他们寒暄了几句。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说道：今天的规则跟昨天一样，我待会发一个红包，先抢先得，先得先算。直播间网友兴奋起来了，一早就焚香沐浴，就等现在了。是时候拿出我单身20年的手速了。我把红包设置好，点击了发送，发出去的瞬间秒没。谁抢的？可恶啊！好像是我。抢到红包的网友昵称叫连月。连月没等多久就连上了直播，她打开了摄像头，是个很年轻的姑娘，就是脸上的皮色很重，像是很久没有休息好了一样。明明是正午，但我注意到了她背景的窗外是漆黑一片。弹幕上网友也都在问，连月看见了，便解释道：我现在在国外，跟国内有时差。我问她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？你想算什么？连月叹了口气，神色有些疲惫。说实话，我已经3天没睡好觉了。我家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，并不富裕，甚至是有些穷的。我初中毕业后就没念书了，后来机缘巧合下，我来到了国外谋生。这些年，除了给家里生活费的时候，父母很少联系我。可3天前，我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语气急迫，说是家里出了大事，让我拿点钱出来。我一听这话就慌了神，不仅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了，还贷款借了不少钱，凑了20万打了过去。可打过去后，我妈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我准备明天回国了，现在睡不着，所以来看了下你的直播。大师，你能算一下我家到底出什么事了吗？我看着他的脸，眉头越皱越深。连月有些紧张，大师，怎么了？是出大事了吗？我声音微沉，确实要出大事了，恭喜，你弟弟要娶媳妇了。对方要的彩礼钱不多不少，正好20万。连月直接愣住，煞白着脸，半天都没说出来一句话。仔细看能发现，他连手都在微微颤抖。直播间的网友懵了一瞬，但也很快反应过来，瞬间就炸了。卧槽，他妈为了给儿子娶媳妇，把女儿数十年的血汗钱骗光了。事后玩失联是怕女儿发现真相？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？我的天哪！还有一些人持有怀疑态度。不可能吧？怎么说也是亲生父母，不会这么狠心吧？主播瞎说的吧？我不太相信。连月也看到了这些弹幕，开始犹豫起来。我无所谓道，信不信没关系，我只能提醒你一句，这次回国再多考虑一下吧，可能回来了就再也出不去了。对了，你妈应该会再联系你一次，目的也很明确，劝你回国。连月一愣，我的钱已经全部打回去了，他还让我回去做什么？他话音刚落，桌子上的手机就震动起来。连月一看来电显示，整个人身子一僵。是我妈。网友惊讶，大师这都能算到？连月小姐姐快接呀，我好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呀。我刚想让他把直播连线先断开，就看见他已经接通了电话，还开了免提，通话声很清晰。连月，妈，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一直打不通？对面着急道，哎呀，你爸在工地干活摔下来了，伤得太重，我一直照顾他，这才没顾得上联系你。连月慌了，摔下来了？现在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还有，哎呀，你先别问这么多了。对面很不耐烦地打断他，你还是先回国吧，你爸也想你了，就明天吧，明天能回来吗？连月，他现在冷静下来了，强忍着情绪道，再说，我再考虑一下，先挂了。哎，你这小赔钱货什么态度？要不是我，对面还没骂完，连月就把电话挂了。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安静，只有弹幕还在孜孜不倦地刷着。为什么非要小姐姐回国？话说，父亲摔伤了，女儿回去伺候不是应该的吗？问题是他妈妈的态度不太对。弹幕开始吵起来了。连月从恍惚中渐渐回神，他抬头看着我，眼里有期待。大师，你能算出来他们非要我回去做什么吗？我抿了抿嘴角，你爸没摔伤，你妈骗你的。连月嘴角扯出一抹自嘲的笑，我猜到了，还说什么想我了。从小到大，他们眼里就只有弟弟，我对他们而言就只是个提款机而已。我接着说，你弟弟的彩礼解决了，
可还要买房子，你家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所以你爸妈又把主意打到了你身上。他们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一个婆家，男方瘸了腿，智力低下，但家境殷实，只要你嫁过去，他们就能出30万的彩礼，你爸妈准备用这钱给你弟弟付首付。连月听了这话，呆呆地坐在那，也没什么反应。网友气得不行，这什么父母？这不就是卖女儿吗？太恶心了！小姐姐跟他们断绝关系吧，别再被他们吸血了。连月小姐姐太可怜了，我都要哭了。心仪大师帮帮她吧。眼看着连月都快处于崩溃边缘，弹幕网友都在劝她。我慢慢道，对于我说的话，你可以先去验明真假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帮你把那笔钱要回来。连月很清楚他的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所以对于我的话，他还是相信的。在他考虑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也没闲着，一直在跟其他网友聊天，倒也没觉得有多无聊。大概20分钟后，连月再次申请了连线。大师，我想好了，我想把钱要回来，然后跟他们断绝关系。大师，您能帮帮我吗？我敲了敲桌子，这就对了。把你妈的号码私信发给我，我来会她。弹幕瞬间热闹起来。卧槽，心仪大师是要隔空做法，引雷劈死他吗？刺激，不应该要8字吗？要电话号码也能行。我瞥了一眼弹幕，有些无语。现在是文明社会，不能随便劈人。说话间，我拨通了连月妈妈的电话，一接通我就堆满了笑容，声音谄媚。喂，请问是何莲女士吗？您的女儿前段时间在我们银行办的100万贷款下来了，已经打到您的账户上了，请问您收到了吗？对面愣了一下，我是何莲。停了1秒后，她的声音猛地激动起来，她又办了100万贷款。她停顿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去确认账户了。片刻后，尖锐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，没有，我没有收到这笔钱。我安抚道，何莲女士，您别着急，我帮你查询一下。等了3分钟，我有些抱歉道，是这样的，何女士，因为您的账号在我们银行还没有资金来往记录。弹幕妈了，这个说法我好熟悉，我想到了我被骗走的10万块。建议查查，主播不像是演的。万万没想到主播的方法是这个，把骗走的钱重新骗回来。心仪大师，你业务真广。跟连月妈妈通话的这10几分钟里，连月一句话没说，一声不吭地看着。说到最后，何莲已经彻底相信我了。好，我这就把钱打过去那100万就能到我账户了是吗？得到我的回应后，他又有些怀疑道，那这个贷款的钱应该不要我们还吧？我笑了笑，钱是你女儿借的，当然是你女儿还。那就好。他喜形于色，我儿子能娶媳妇还能买房子了，我跟孩儿他爸也能去旅游了，哈哈哈。挂断了电话后，我这才看向电脑屏幕，抽空回答了网友的问题。连月小姐姐打回去20万，但是刚刚怎么只问她要了15万？我不紧不慢道，我看过连月的面相了，眼藏红丝，人中平短，眉目带凶，26岁这年怕是有生死大劫，而在她狠下心决定跟父母断绝关系的那一刻，生死大劫便开始化解了。破财消灾就是这个道理，所以这钱不能全拿回来，不然这灾也会跟着过来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这5万花的不亏。那灾会不会跟着钱一起留在他父母那边？我笑了笑，这个吗？你们可以猜一猜。说话间，连月手机响了一声，他低头看了眼手机，双手忍不住颤抖起来。我卡里收到了15万。我点头，那就行了，放心吧，以后你的人生会一帆风顺，好好享受人生吧。连月红着眼睛，谢谢大师。与此同时，我告诫直播间的网友们，大家要小心电信诈骗哦。连月挂断了直播连线后，我反手又发了一个红包，主打一个措手不及。心仪大师，你怎么不先预告一下？我又没抢到。这次抢到红包的网友昵称叫念秋，等了好一会儿他都没反应。就在网友快要不耐烦的时候，我终于收到了他的连线请求。对面也打开了摄像头，在看清对面景象的时候，原本还在直播间骂骂咧咧的网友瞬间不说话了。只见一个干瘦的大叔坐在病床上，光头，鼻子上还插着管子。他声音很小很虚，大师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太会弄这个直播。我笑了笑，没关系，你想算什么？念秋慢慢道，我想请大师算一算，我的女儿现在在哪？是否能吃饱穿暖？念秋说，他的女儿秋秋在1岁时在市场被人抱走了。秋秋妈妈在秋秋被拐的第2年去世，他独自一人找了秋秋24年，但在今年他被确诊癌症，再也找不动了。这个直播间是他无意间看到了，拜托了护士才能跟我连上线。我抿了抿嘴，秋秋的生辰八字您还记得吗？念秋点点头，记得。他不会发私信，便直接在直播间说了出来。我点点头，知道了，我帮您算算。网友懵逼，是我耳鸣了吗？刚刚大叔说的生辰八字怎么成了 B？ 这是自动屏蔽，平台应该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只能是大师弄的了。心仪大师，你太严谨了。我没理他们，只掐指一算。念秋没催我，静静地坐在屏幕前看着我。也许是失败了太多次，他早已习惯了这种期待又失望的过程。这次跟我连线，可能也只是为了求个心安。
我抬头看向他，你女儿浓眉大眼，鼻子不高，嘴唇略薄，下巴上有颗痣，手腕上还有一个红色胎记。一听这话，念秋猛地抬头看着我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呼吸急促起来。是我家秋秋。大师，您真能算出来她现在在哪吗？我点头，能算出来。她被拐后，被一个富裕家庭收养，养父母有一个儿子，他们都对她很好，把她当亲生女儿、亲生妹妹看待。秋秋成绩很好，17心仪 BDO，22岁那年考入了重点大学念书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。毕业后被养父母送出国留学深造，硕士毕业后回国，目前工作很好，也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。念秋怔愣地听着眼睛就红了，意识到此时是在直播，他有些笨拙地用袖子擦了擦眼睛。大师，那他开心吗？我轻声道，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，从小被养父母细心呵护着长大，他性格开朗乐观，活泼善良，所有人都很喜欢他，他一直都有在幸福快乐的长大。念秋只点头，那就好。弹幕刷得飞快，心仪大师快说说秋秋现在在哪呀？大叔接下来是不是要去认女儿了？大叔运气真好，碰到心仪大师，应该很快就能父女相认了。念秋也看到了这些评论，他摆了摆手，够了，我知道这些就足够了。医生说我没多少时间了，秋秋现在生活得很好，我对他而言是负担也是麻烦。原本我想着他要是生活得不好，那我就去找他，至少让他知道还有人念着他想着他。可现在听大师这么一说，那我就没什么遗憾了，他有人爱，有人疼，我没什么能给他的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去打搅他的生活。不找了。弹幕破防，我眼睛都尿了。有些父母不是父母，有些父母真的很伟大。大叔真的为了秋秋付出了半辈子了，爆哭，大叔太可怜了。大叔看起来比网友们高兴得多，是真的高兴。他笑着说，我现在心中一直憋着的那口气终于散出去了。从秋秋被拐以来，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，现在我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。大师，谢谢你了。我看着他，眸光微动，不用谢。直播连线挂断了，网友都在起哄让我再算一个，但我确实没有这个心思了。之前说好的5卦现在已经全部算完了。大师，再来一个吧。我撇了撇嘴，你们当我是卖艺的呀？今天就先这样，以后我要是无聊的话，可能还会开直播找你们聊聊天的。再见，朋友们。不顾网友们的哀嚎，我关闭了直播间，仰头躺在椅子上，我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。嗡嗡嗡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看也没看，按下了接听。喂，师傅的声音从对面传过来，逆徒，我刚刚看了你的直播。到家不打妄语，你今天说谎了。我无所谓道，你说骗钱那事啊，那问题不大，回头我去。师傅，我说的不是那个。我声音一顿，不说话了。那孩子的生辰八字我也听到了，我替他算了一卦，早在1岁时他就已经去世了。徒儿，我不信你算不出来。我当然能算出来，我还算出来念秋已经油尽灯枯，最多也就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。与其徒增伤感，不如让他安心的去，不然死后执念太深，在这世间来回徘徊，何苦呢？秋秋在1岁时在菜市场被拐，那时人贩子见他穿得好，父母疼爱，就下意识以为是个男孩。他抱走秋秋后才发现是个女孩，一时竟脱不了手。后来秋秋父母追得紧，他着急脱身，竟在过桥时直接把秋秋从桥上扔了下去。24年过去了，连秋秋存在过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不见了，但却还有人念了他24年。师傅，你说我做错了吗？师傅叹了口气，也没再说话了。跟师傅挂断电话了，我起身正要出去，在关电脑时却看见之前没退的直播后台一直在闪烁，点进去一看，发现是一大堆私信，除了那些粉丝催我直播外，还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，是昨天直播连线过的网友兔丝子。大师你在吗？江湖救急啊，大师你接不接私活呀？价钱好商量的。大师你看看我呀，真的有大事啊！我看着他的一大串私信陷入了沉思，看得出来他精神状态有些堪忧，说了这么多有的没的，一点有用的信息也没有。我回了他一句，说正事。兔丝子几乎秒回，呜呜，大师你终于理我了。是这样的，其实有事相求的人不是我，是我老板。兔丝子本名李岩，他得到我的回应后，直接开车来到约定的地方，把我接上了车。在去他老板家的路上，他把情况仔细跟我说明了一下。大师，其实出事的也不是我老板，是我老板的母亲。她都70岁了，平日里胃口并不好，吃饭一般吃个小半碗就吃饱了，可最近却很不对劲，一天要吃10顿，顿顿吃3碗，胃口大得很。李岩说着都有些发怵，那位阿姨我也见过，挺和善的，可听说就因为我们老板劝她少吃点，她就把老板的脸都挠花了，还骂得特别难听。我若有所思，所以你们老板怀疑她是撞邪了？李岩嗯了一声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阿姨骂人时说的是广东话，但我老板一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，哪里会说广东话？说话间，车子驶入一处别墅区，
车子左转右转，最后在一栋中式别墅院子门前停了下来。李岩引着我下了车，他给老板打了个电话，没过多久，一个有些秃头的中年男子就带着人迎了出来，步伐急促，看着挺着急的。小李，你带的大师呢？李岩让开，露出身后的我。老板，这位是心仪大师。中年男人愣了一下，目光迅速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然后把李岩拉到了一边。他们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我能听见。你瞎胡闹什么？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可能是大师？你被骗了。老板，你信我，他真的有真本事。那天晚上我遇到鬼打墙，就是他给救回来的。他们嘀嘀咕咕说了半天，我倒是先有些不耐烦了。行了，我是不是骗子？待会儿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走到他俩面前，劳烦带个路。中年男人此时也不好意思起来，好歹是个大老板，也没表现得多尴尬。他朝我笑了笑，我姓袁，叫袁深，大师贵姓？我也笑，叫我心仪就好。心仪大师这边请。他直接给我带了路。我家的情况小李应该都跟您说过了，医生看了，药也吃了，可根本不管用啊。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想起来请你们过来看看的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李岩也注意到了那个门。老板，你还请了别人吗？袁深点头，我朋友还给我介绍了一位菩提观的大师，已经在里面了。李岩闻言下意识转头看了看我，他后退一步走到我旁边，心仪大师，对不住啊，我不知道老板他还请了别人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没事。那个菩提观我有些印象，是10几年前火起来的。道观里有本事的人不多，但挺会营销，找了几个白白净净的小道士，天天拍视频，名气倒是越来越大。我并没有多在意这事。没走多久，袁深就把我们带到了正厅。一进去就听见了极为夸张的咀嚼吞咽声。我看向正中的桌子，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饭桌前，面前堆满了吃的，正在大快朵颐，胃口很好，好到不正常，吃相很差，差到不忍直视。这是我母亲。袁深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那位是青山大师。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我这才注意到坐在一旁的黑袍道士，虚张声势，但确实看着比我专业。他斜斜地看了我一眼，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。袁深问保姆：“这是第几顿了？”保姆：“第7顿了。”我们就站在一旁，看着袁母在那胡吃海喝。我看了一眼她的肚子，已经鼓得很高了，一般人肯定受不了的。但她好像没什么感觉。小丫头，你是个道士？青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旁边了，他语气随意：“你说说，袁老板的母亲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有些谦虚地笑了笑。青山大师想必已经看出来了。他微抬着下巴，那是自然。他笃定我是个装模作样的骗子，对我没什么好脸色。冷哼一声，年纪轻轻就出来招摇撞骗，真是作孽。我瞅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青山的话袁深没听见，他只听见了前一句，于是立马凑过来：“青山大师，我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青山笃定道：“令堂是被猪妖附身了。”袁深吓了一跳，猪妖？他又看吃得满嘴流油的母亲，当即恍然大悟：“是了，一定是猪妖。青山大师，快出手驱妖吧！”青山依旧气定神闲，他慢悠悠伸出5个手指。袁深立马握住了他的手，老泪纵横，再加5万，一共20万。大师，你只要把妖怪从我母亲身体里赶出去，咱们价钱好商量。我身体一晃，差点没站稳，惊诧地转头看着他们。多少？20万。注意到我的目光，袁深讪笑：“心仪大师，你也是，要是你能救我母亲，也是这个价。”我把袖子一撸：“那我先来。玄清观前些日子屋顶破了，下雨天还漏雨呢，眼下正缺一笔修缮款。”青山眉头一皱，反手给我拽了回来，狂妄小辈，可知先来后到的道理。我扯了扯嘴角：“哦，那你先。”青山还带了一个小道士，充当助理的角色。他把外面繁杂的黑袍一脱，伸手给我桃木剑和镇妖符。小道士把东西递到他手上，青山一手拿符，一手执剑。太上台星，应变无停，驱邪附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净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破无丧清，急急如律令。一段咒语念完，镇妖符无火自燃。他猛地一抖桃木剑，将那镇妖符直直掷向袁母后背。符纸贴上袁母后背的瞬间，他吃东西的动作就停了下来。袁深一喜，有效有效。可下一秒却见袁母直接站了起来，抬手掀翻了桌子。那么厚实的红木桌呀，他一把就掀了。说话声音雌雄莫辨：“谁敢拦老子吃饭？”他气势汹汹转过身的时候，青山周围众人纷纷散开，独留他一人僵在原地。青山有些慌张地从袋子里掏法宝，一边掏一边念咒语，可袁母的脚步却半分未停，直直地冲他跑了过来。青山冷汗都出来了，桃木剑都拿不稳了。再见脱手的一瞬间，我伸手接了去，另一只手稳稳地托住了他的背。现在我上。青山震惊地看着我，然后忙不迭点头：“你来。”我把他往旁边一推，顺势一挽桃木剑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无凤三清祖师也，赐我神威，天降五雷。下一秒，
屋子光线骤然变暗，李岩吓得尖叫出声，雷光电花自渐间浮现，朝着袁母狠狠击去。青山正愣在原地，说话都结巴了。尹雷树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没空搭理他。此时袁母已经被迫停了下来，身上雷光点点，她神色痛苦，叫声刺耳。袁深担心极了，心仪大师，我母亲不会有什么事吧？这猪妖什么时候才能去除啊？我哼笑，猪妖？我何时跟你说过这是猪妖了？袁深下意识看向青山，可青山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哪里敢吭声？李岩问我，不是猪妖的话，那是什么？我双手合十，引雷入体，沉声道，是个上百年的饿死鬼。众人震惊之余，我已经拿着桃木剑欺身上前，以剑击打在袁母的四肢躯干。一打天清，二打地灵，三打人长生，四打雷压煞，五打凶神恶煞。给我滚出来！话音未落，袁母就猛地弯下了腰，她神情狰狞，嘴巴半张，几秒后，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诡异的吼叫，似有什么要蠕动而出。她的对面站着袁深、李岩等人，我目光一凝，都闪开。下一秒，黑烟裹挟着惨叫从袁母口中喷涌而出，我咬破中指，挤出一滴精血，按在桃木剑上，往哪跑？黑烟一掷，在这间隙，我拽下腰间的乾坤袋，将它尽数收了进去。大厅等光线渐渐变得明亮，袁深骤然回神，边哭边跑过去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他红着眼睛把袁母从地上扶起来。袁母有些恍惚，咋了这是？袁深连忙询问，妈，你有没有哪不舒服啊？袁母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没有，就是觉得有点撑得慌。袁深喜极而泣，让人把袁母送下去休息后，这才想起来站在一旁的我。心仪大师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原先瞧着您这么年轻，我还有些不太相信，没想到真是我看走眼了。大师，您别见怪，我没往心里去，自然也没有见怪一说。说话间，青山与他那位助理已经收拾包袱，准备开溜了。袁深出声喊住了他，青山大师，今天辛苦了。青山尴尬笑道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贫道就先告辞了。他们很快消失在别墅，称得上是落荒而逃。袁深冷哼一声，亏我每年还往菩提观捐那么多钱，没想到都是骗子。我解释道，那青山还是有些本事的，只是修行还没到家而已。见我这么说，他也没再说什么了。他伸手递给我一张支票，大师，这是之前说好的报酬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接。袁深一愣，心仪大师，眼看着他又要再写张支票过来，我连忙阻止，不是嫌少，而是你这件事我尚未给你完全解决，报酬自然不能收。袁深，什么？我绕开他，在别墅上上下下看了一圈，他们就亦步亦趋地跟着我，也没敢多问。最后我在一间屋子停了下来，我问袁深，这间房是做什么的？袁深立马回答，装杂物的。他解释道，我们家是白手起家，以前家里并不富裕，我妈就总喜欢从外面捡东西回来，但凡她觉得还能用的东西，她都捡回家。现在我们生活好了，有钱了，可她这个习惯却一直改不掉，这间屋子堆的都是她从外面捡回来的东西。我点点头，那就对了。袁深不解，我沉声道，一般邪鬼恶灵不会无缘无故缠上一个人，令堂遭饿死鬼缠身，之前必然与他有过接触，你把这门打开，我进去看看。袁深一听，二话没说，直接让人把人推开了。里面东西杂乱，什么都有。我四处翻看了一下，最后视线落在架子最上方放着的一个青瓷花瓶上。这个，我伸手一指，什么时候捡回来的？旁边的保姆先想起来，老夫人出事前最后捡回家的就是这个花瓶。袁深问我，大师，可是这花瓶有什么问题？我将花瓶摔碎，露出里面白色的瓶身，那瓶身上密密麻麻用黑笔写满了东西，这是引鬼咒。我看向花瓶，令堂抱着这样的邪物一路走回家，难怪会引来饿死鬼。袁深听了我的话一阵后怕，到底是谁要害我袁家？我又道，你们运气算好的，这引鬼咒能引来的可不只是饿死鬼，饿死鬼一般是由穷苦人家死后所化，他们心肠不坏，并没有害人之心，可若是引来了伥鬼、异鬼之类的害人恶鬼，那你家怕是早就家宅不宁了。袁深连忙道，大师，您得帮帮我呀。见我低头不语，他又说道，价钱好商量啊，大师只要您肯出手，价钱您随便开。我听笑了，不用，就之前说好的就行。我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，这花瓶已碎，里面的引鬼咒自然没用了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我担心的是，既然有人盯上了你们，那这一次不成，必然还会来第二次。袁深，大师，我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平安符递给他，诺，把平安符分给家人，一人一个，贴身带着。那洗澡的时候放在浴室门口。好的好的。我走到门口，转身叮嘱他，这段时间小心点，有事联系我就行。袁深一直把我送出门，对我的态度跟之前相比简直天翻地覆。大师辛苦了，大师慢走，没事常来坐坐。我脚步一顿，指着他放在大门口的发财树，看你人不错，
我提醒你一句，这棵发财树有些挡财运了，你趁早挪一挪。袁深一愣，立马道：谢谢大师，现在我就让人去挪。李岩又开车把我送了回去。路上他心情很好，一直跟我道谢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你跟我道什么谢？他笑了笑，这次能请得心意大师出马替老板排忧解难，是我运气好。实不相瞒，我最近正在争部门主管的位置。我也笑了，挺好，这次应该稳了。他把我送到地方，临下车时，我扔给他一个平安符。李岩愣了一下，这是？挂在车上，保平安。李岩拿着平安符，愣了好久，身后的车子开始疯狂按喇叭了。我关上车门，快回去吧。看着李岩的车子消失在路口，我转身回了自己的出租屋。一进门就看见阳台上站着一个黑影，我吓得差点一个雷劈过去了。黑影转过身，逆徒回来了。我无语，师傅，你再这样，我要报警说你私闯民宅了。他慢悠悠走到我旁边坐下，刚刚我可都看到了，徒儿啊，你这段时间人情味多了不少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谢谢啊。好事啊，好事。师傅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此时天都已经黑了，师傅跟我面对面喝了一杯水后站了起来，走吧。我一愣，去哪？师傅看着我，方才我算了一卦，已经算出了那位秋秋小友最后丧生的地方。咱们现在过去，天亮应该能到。我们力量微薄，但总能替他念一段往生咒的。我抬头看着他，久久没说话。师傅笑道：你这人看着冷淡，对什么事都不上心，实际上却是最容易想太多。走吧，不然你今晚怕是睡不着喽。我忍不住笑了，谢谢师傅。替秋秋念完往生咒回去的路上，师傅问我：心仪呀，这么多年你一直没给自己算一卦，你要是想算，亲生父母怕是早就找到了。我靠在窗上没说话。师傅叹了口气，也没再多说了。分开的时候，我喊住了师傅：师傅，您替我算一卦吧。父母，我现在有点想找了。